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亚成。没想到这个游戏还会更新，今天来给各位玩家汇报一下工作。这阵子事情真的比较多，但是我还是抽空做了一些功能。本来想着做一次大更新放出来，但是我的完美主义和拖延症同时触发后，制作进度非常的缓慢。那为了鞭策自己呢，所以我还是决定做一部分就开放出来，就像今天这样。那好，接下来工作汇报要开始了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也是花费我最多时间的地方，就是寻找游戏的资产，还有UI 的设计，因为我们要加入更多的角色和地图，所以我几乎把整个虚幻商城的资产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，最终确定了几个新的场景和角色。购买下来之后，我的心真的在痛。然后就是 UI 的设计了，因为之前这个游戏是随便做的，很多的 UI 都不是太好看，所以参考了好多游戏的各种界面，保存在我新建的文件夹里面。对，还没有开始设计，只是找一些参考图。要是你们觉得哪个游戏的界面很符合实际，那可以弹幕上面告诉我，我会去参考一下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的游戏的主界面的场景，从原来的一个比较蓝色的一个什么荒野，换成了现在的一个废弃的篮球场。主要还是因为之前的主界面的场景比较单调，虽然没什么东西，但是竟然帧数不高，不够流畅，所以换成了今天这个场景。通过我夜以继日的超级优化后，我的显卡是3070，主界面场景高画质下面可以稳定200帧。但是优化还不是最麻烦的，这个场景最花费时间的就是光照氛围的渲染，我也是花了好几天，找了非常多的参考图，最终还是确定参考《最后生还者2》中的一个场景的氛围，你们可以对比看一下。因为场景的模型也是蛮多的，所以电脑大概花了2天的时间都挂在渲染上面。然后就是这个主界面原先是卡了一个视角的，现在会播放一个过场动画来介绍一下场景的各个角度。那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武器选择单独的有一个界面和场景展示了，之前是和自定义服装在一起的。那为了未来能够增加更多的武器，所以功能逻辑我全部重新制作了，并且把武器挂在了一个工作台上单独的展示。那第四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的自定义服装界面场景，原本这个界面的场景是纯色的背景，我总感觉差点意思，所以改成在这个废弃的篮球场里面来展示我们的角色，效果我感觉会更好一点。你们觉得呢？你们可以对比看一下，左边是我们旧的纯色的场景，右边是我们新的在这个篮球场里面的，你们觉得1好还是2好呢？一开始我们主界面的场景是下午的时间，那为了更加突出我们的角色，所以当切换到自定义服装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场景会变成晚上，更加凸显我们的主角。灯光颜色也是使用这种红蓝的撞色来凸显，有这种冲击感。其实没那么夸张，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更好看。第5件事情就是把角色的运动系统的动画改成了8个方向的，角色在移动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是看不到角色的正面，我们只能看到角色的背面，那方便我们马上进行瞄准设计。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们在原地站立的时候，我们是能够360度的查看角色的。那上述的更新内容，你们可以在 Steam 上面更新游戏之后就可以看到了。如果游戏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，比如说我们选择了女性角色，结果开始游戏之后变成男的，或者本来是女的，结果声音是男的，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bug 之类的，你们可以在 Steam 上的实际游戏界面里面有一个公告，专门来解决这些问题。如果还没有办法解决，那你们就弹幕上面或者评论区告诉我。那虽然这次更新好像更新了许多东西，但是做完之后，其实对于游戏的制作进度并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游戏本来就有这些场景功能，只是把场景换了，然后把功能完善一下。所以我感觉更新了这个游戏，但是又感觉没有完全更新。如果增加新的武器、新的玩法、新的地图，我觉得这些对于玩家来说才算更新吧。所以下一期视频应该就是增加中国僵尸 BOSS 和增加每个地图的玩法了，你们期待吗？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边，大家在游玩的过程中有任何的建议或者 bug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试玩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